郭祭酒去时，儿子怕消息泄露，军心不稳，未敢发丧，只得委屈郭祭酒将他草草葬在此处。请父亲责罚。好礼谁家的？聚敛魂魄，无闲余。人生到此，天道宁论，便是倾全国之力厚葬。又如何能填补孤的遗憾与伤痛啊？冯萧，离别之时，你说有很多话要等我回来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就是不肯等我？郭祭酒临终之前，给父亲留下了很多作战治国的方略。郭祭酒鞠躬尽瘁，临终前还为父亲设计伐吴定乱的大计。冯萧与我不只是个军师，冯萧临终之前还说过什么话？祭酒希望父亲能与陛下联手。还有吗？郭祭酒曾给我们留下一个锦囊，锦囊里说什么？是教我们守城的。从今日起，最知孤之人，最能为孤解惑的人，没有了。爱在冯萧，喜在冯萧。痛在冯萧。臣等恭迎陛下凯旋而归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原来陛下也去打仗了呀？不止跟着，听说这次是陛下指挥军队才打赢的。以前听说陛下年轻没什么用啊。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这次要不是陛下，怎么能战败鲜卑呢？连曹司空都被堵在关外回不来了。这么说，陛下比曹司空还厉害？那可就说不定了。
陛下有本事了当然好，好容易过了2天太平日子，谁愿意又改朝换代呀？对，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看，天下人知道大汉有天子了。婴儿，司马懿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我知道你会等我，所以我跟陛下说我要换衣裳，就快马加鞭赶回来了。你这不也把饭菜给我准备好了吗？热菜他们还没烧呢。没关系。哎，你这一身的土，手脏。那你的手干净，你喂我。啊！等着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舍不得你夫君这张俊俏的脸染脏了？去了一趟战场，还是这么轻薄。就是因为去了一趟战场，见了满眼的死亡，鲜血枯骨，才越发觉得能够活着轻薄真好。有人等着我真好啊。从前都是你等着我，终于能等你一次了，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滋味。我去了个把月，刚才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你坐在这儿，忽然就有了家的感觉。来，帮你夫君换身衣服，我要陪义和进宫去见一个人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啊。这一次你们是大获全胜吗？那是自然了。当时胡军围城，消息送不进去，我派了数支小队，轮流袭击敌军中军，让他们以为大军已到。这样啊，那个胡将不通兵法，就派了围城兵力的一半来对付我，这样才让义和捡了个大便宜。怎么样，你夫君我厉害吧？啊？我觉得似乎率领大军驰骋沙场的你，比在温县做闲云野鹤的你更快活。那以后我带着你一起上战场。我不想。你是听说潘阳的事了吧？其实我也并不是为了师兄伤心，他一辈子背着仇恨，负担太重了。能够这样慷慨坦荡的死，对我们学武之人来说，倒是最好的归宿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你最好的归宿，明白了吗？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好了，我要去换身衣服了。等我从宫里回来，我们一起吃晚饭，叫他们多做几个肉菜。真好。我进去了。
你看看，让二位爱卿见笑了。边关数月，居然把堂堂天子饿成了这副样子。其实尝尝饿的滋味也挺好的，不挨饿，不知道饭菜之香，不知道稼穑之贵，更不知道百姓之苦。陛下，陛下折煞臣了。先生当得起。这第一拜，是感谢先生赠马之情。救国勤王，乃臣分内之事，不敢领谢呀。这第二拜，是感谢先生隐匿之恩。朕想知道，你是从什么时候起知道朕的身世的？陛下，你说什么？正达，贾先生全都知道，也多亏了他，才解除了郭祭酒的误会。陛下，乃灵帝与王美人之子，天下皆知。臣嘛，也是自陛下一出生就知道了。所以自从回到许都，先生就知道了，是吗？贾大人，永汉元年，你就被董卓征入洛阳，整顿皇宫之时，你也有所参与，所以对皇家秘辛如此了解。不过，你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既不告诉董卓，也不告诉曹司空，难道是为了保护汉室吗？贾先生一生背负骂名，忍辱负重，却一直在默默地守护汉室。他日朕来修史，一定会为贾大人证明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一颗心是什么颜色，连自己也辨不清黑白了。大浪淘沙，过去的都埋葬在乱世里了，不值得祭奠，也不值得标榜。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是绝境，是生路，就看怎么走了。哎，你们做什么？陛下在内，不得传召，不能进去。何人放肆？奉曹司空之命，以欺瞒司空躲避征辟之罪，抓捕司马懿。果然啊！站住！这里还由不得你们放肆，让曹司空来跟朕回话。小臣只是奉命行事，宁死不敢违命。曹司空说，陛下要怪罪他，他自会公领。带走。
他居然骗了朕。他说过会放过仲达，为什么还要下手？曹司空的刀锋，只不过才刚刚扬起，是否会落下，就看陛下如何应对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就不能劝陛下放弃卢龙啊？让曹操葬身域外，岂不是更好吗？父亲怎么能这样说呢？那我们不就要把一座城的百姓都丢给胡兵了吗？我一直以为你足够坚定、聪明，会做出坚毅的判断，什么时候也变得这样优柔寡断了？你想想，一座城和汉室的安危相比，和将来要与曹操进行长久战争相比，哪一个损失更小啊？父亲，曾经我也以为我可以坚定地为着一个目标漠视无数的牺牲，我也会在心中告诉自己，这终究是为了天下好。可是当我看到那些军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天下。父亲，我是他们的皇后，他们信赖我们，供养我们，我们怎么还能够将那么多的性命当作是权术的牺牲品啊？我为了你们，我真是……父亲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如今，你们为了他人做嫁衣，成就了曹操的胜利，却把自己的实力暴露无遗。你以为曹操会放过你们吗？娘娘，陛下请娘娘回宫一趟。曹司空抓走了司马懿。这就是曹操给你们的回报吗？哼！启禀陛下，曹司空呢？曹司空说他公务在身，无法前来，让二公子曹丕带自己前来面圣。曹丕就在殿外候着，陛下，可要宣他进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宣曹丕上殿。臣叩见陛下。令尊是觉得自己食言，无法来见朕了吗？陛下息怒。其实陛下明白，司马懿论功可封侯，论罪可斩首。他数次忤逆父亲，父亲仍然留存他到今日，已经是臣所仅见的艺术。父亲是真的为国家爱才。令尊的爱才，就是要一切人才都为他所用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是吗？陛下，这是乱世，父亲还有许多敌人未平。司马懿这样的人才，若放弃自由，是会如诸葛亮一样，捧起一个父亲的劲敌的。臣想救司马懿，才敢对陛下说实话。陛下对司马懿的关切，已经成为他的罪名了。
陛下可以利用士族舆论救他1次2次，却无法救他第3次、第4次。臣为了司马懿，恳请陛下放过他。朕的大臣居然要朕放过他，才能得救。在曹司空心里，朕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吧？枉朕还一直想跟他合作，看来真是朕自作多情了。父亲正是想与陛下和解，才愿意给司马懿这样一个机会，否则司马懿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无异于自取死路。所以，父亲释放司马懿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姐姐，陛下不能无限度地对曹操让步，我去救他。你该不会是要……对，我与你们的博弈不同，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劫狱，救他出来。那然后呢？远走高飞吗？是啊，找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，一个不用打仗的地方，他可以唱他喜欢唱的歌，读他喜欢读的书，我也不用为了杀人而舞剑。这样不好吗？姐姐，我希望你能够幸福。汉室对你的亏欠太多了，可是，只要曹操在一日，你们就再也不能回来了。许都这个牢笼，除了你们之外，我没有任何留恋。好，我会让贾诩安排牢房内应，让崔琰安排城门卫，今天晚上就送你们出去。司马懿，仲达，韩爷可来，可惜无酒招待公子了。仲达在我心中是一飞冲天的龙凤，不该在此耶尾图泥的。公子还记得这句话的出处吧？楚国请庄子从政，庄子是怎么回答来着？宁可在图泥中夜尾，也不愿如死龟一般，被供奉于庙堂之上。我司马懿呢，也不愿意当那只死龟。可你不是淡泊无为的庄子。仲达，我与你相识，也许没有陛下长久，但是我了解你，你的才华、你的志向都不会让你甘于平淡。看到乱世，看到凶险，你那么兴奋，因为你的智慧如明珠一样会闪亮，你的野心如宝刀一样会冥想。在卢龙的时候，那种挥斥方遒的感觉，你有多享受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这种权力与智慧带来的快感，我懂，也只有我能给你。仲达，
真的不想要吗？公子，我不想伤你的心。如若你还念在我是你救命恩人的话，就去让你爹积点阴德，不要伤害我司马家的人，这就够了。至于我呢，再说一句伤人的话，若是我跟了公子，公子敢用我吗？司空敢用我吗？如果你告诉我杨平何在，我就敢相信你。公子这是要我卖主才肯相信我？这样的胆量，还是算了吧。仲达是聪明人，为什么要做此无意的对抗？我为仲达不值。公子自然不会明白啊。还是仲达自信，陛下就一定能救你吗？让书生们再闹腾一次，还是买通高手来劫狱？说真的，要是这样能救你，哪怕忤逆父亲，我都救你了。可这是在杀了你啊，仲达！从此让你藏身山野，隐姓埋名，抛弃志向，抛弃事业，每日对着枯燥愚钝的鸟兽山石，在寂寞和遗憾中自我厌弃。我不想你受这样的痛苦。公子管的太多了。公子想讨司空欢心，这种不合身份的话，以后还是不要说了。公子自己送客吧。仲达，不要让我失礼，请吧。请仲达三思，保重。陛下、娘娘，奴婢估摸着香油烧完了，是来添油的。去吧。外面一切都平安吧？陛下放心，一切平安。就没有什么盗贼或者打斗之类的事吗？没听说呀。陛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别太担心了，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以唐姐姐的功夫，应该不会出事的。你说，我还有机会跟仲达再见吗？等到万里同风之时，一定能再见的。朕身边
就只有你了。回禀陛下娘娘，奴婢去打听了，许都尉那边一切安好，昨夜并无动静。没事就好。唐姐姐为什么没有去？传唐王妃。不，朕亲自去。朕要用天子的方式救她。更衣上朝。众爱卿都知道，温县书生司马懿，因躲避征辟之罪，被司空下狱。虽说论罪当罚，但其方有秦王救驾之功。这功过之间，朕难以取舍。请问众卿，此案朕该如何处置啊？陛下，征辟原本为了彰显朝廷礼贤下士，岂有以抚越征辟人才之理？许由喜而以避尧，严光高卧以辞光武，两位贤君皆为怪罪。古人云：“事故有志，何志相迫？盛世尚且有隐士，为何我朝就要杀辞征之人？记入史书，岂不贻笑千载？”这个司马懿是躲避征辟那么简单吗？他是假装残废，欺骗司空，就是欺骗朝廷。欺君之罪，岂可轻纵？陛下，能不能这样？司马懿有大功，也有大过，功过相抵，是否可以不赏不罚呢？带兵打仗是将士们的功劳，司马懿一个无官职的书生，何德何能让他带兵领功？叔叔，我可以作证，我们在卢龙遇到危险之时，全靠司马懿带兵有方才得解围。子建，叔叔，弘农王妃驾到！臣妾拜见陛下。恭迎嫂夫人，恭迎皇兄神主。陛下是否还记得弘农王是如何驾崩的？永世难忘。兄长是被逆贼董卓镇杀。朕只恨彼时年少，不能亲手诛杀逆贼，为兄长报仇。故言君辱臣死，可我大汉连天子横死的惨剧都经历了，不知滚滚诸公们是否惊心，是否汗颜？弘农王临终之前，曾对我歌曰：“天道义兮，我何间？气万盛兮，退守藩。逆臣见破兮，命不言。是将去汝兮，事幽玄。”王右言道：“善保无地，勿使吴家血脉断绝。”陛下受困于卢龙之时，妾只恨身为女子，不能挽弓上阵以救陛下。我大汉险些
再遇天子被害，不知滚滚诸公是否惊心，是否汗颜？王妃以丧居之身，公然上朝来偏袒司马懿，不怕闲话吗？曹将军，你竟敢对王妃不敬！是，妾偏袒司马懿了。妾数年心如死灰，司马懿出兵之时，却不避嫌疑，亲往教场犒军送信。因为妾再也不想看到我大汉再有天子蒙尘遇难了。如果这也算是罪过，那请将妾与司马懿同罪。妾于地下当无愧先夫，无愧大汉列祖列宗。陛下。满朝文武，尚不如一妇人呐！是臣愧对大汉列祖列宗啊！我大汉400年基业，竟然沦落至此！陛下，八辟有义公之恩，司马懿救驾之功，上其云天。臣恳请陛下饶恕司马懿。恳请陛下饶恕司马懿。曹仁将军，曹丕公子，朕有一封圣旨，要转达给司空。还有，也请将群臣之请转达给司空，如何？是。司马懿何德何能，让堂堂王妃为他求情？杨公子有什么话，可以在朝堂上说。小臣只是司空幕府的臣子，并无汉室官职，无需上汉室的朝。然而作为局外人，我只想奉劝王妃一句：王妃用了弘农王遗孀的身份，把跟弘农王的夫妻情说得如此催人泪下，只怕日后谁若娶了王妃，首先会被汉室那帮老臣给撕碎了。王妃在利用他们的时候，就没想过他们也是桎梏你的枷锁吗？杨公子废话还是那么多。弘农王妃终身守于先王寺庙。走。丞相，是，陛下以父亲征乌桓大功，册封父亲为丞相。汉室100年来无丞相，只因为丞相总领百官，位高权重，几乎能抗衡天子，历来为人主所忌。我若索要丞相之权，只怕孔融等人早就炸了锅了。而现在陛下交出汉室如此不利的权位，就只为了救一个书生？丞相之位是父亲平定塞北应得的，原本就无需天子恩惠。但儿子认为，
既然天子有心示好，百官又被唐英煽动，不妨也还他一个人情。是你想要这个人吧？父亲，请相信儿子一次，儿子一定能驾驭他。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像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双。少年只知预留青史，乱世。